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这个换到这个介绍各式各样的 computer 的 system 的 architecture 啊，也就是其实我们的电脑啊，不管是什么电脑，都会遇到我们上面说的这些问题啊。但是电脑的，尤其是以 hardware 的角度来看哈，它的这个形式啊，还有它的这个组成的方式，其实是各式各样的。我们都知道哦，电脑的形式其实有非常非常的多哦。那所以呢，我们就会简单的先介绍像这个 PC 嘛，就最早期的这个，很快大家看过就好。好，那但是我们会多介绍就是 parallel 的 system 啊，也就是很多的电脑它并不是只有一个 CPU core 可以计算，通常是有很多个的。好，那甚至于呢，这些不同的电脑它可能是 loosely coupled， 就是透过网路，对不对？现在很多电脑它称之为一个系统，可是并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对不对？像 Internet， 其实你可以说它是一个系统哦，是一个单一的系统，只是透过网路哦，很远端的这个网路的方式去把它连接在一起的。好，所以我们就会来介绍一下这些形形色色的这些电脑系统啊，尤其是以这个它的这个计算这些 computing core 之间的连接的发展，好来介绍一下。好。那第一个当然这个大家稍微看过就好，一定没有人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最早期应该说最单纯、最简单的电脑的话来讲，就是只有一个 single 的 core 哦。那早期的 personal computer 就是这个样子。好，那这些我们只要讲到 PC， 为什么叫 personal 哦？因为就是指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他自己的一个电脑系统啊。所以我们都知道，当你在买这些 PC， 或者说现在来讲买手机，好吧？那大家会想要的是什么？最 care 的，我想都是 convenience， 对不对？好不好用？所以这些像手机的设计，其实它都是花很多的功夫在里面，让它可以最方便的去使用。另外一个呢，就是要 responsiveness， 对不对？因为这些 personal 的 computer 呢，都是 interactive 的，对不对？就像刚才提到的，所以你一定会希望它很快的给你回应，对不对？如果你今天做一个动作，它要等个几秒，你就会觉得你买的这个东西可能是不好的，就会不满意，对不对？所以 interactive 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要很快的 response time， 哦，所以才更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time sharing 的系统，对不对？几乎现在电脑一定是 time sharing， 因为互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第二个特色就是它的 I/O 的 device， 对不对？所以不只是 keyboard 啊这些，其实这个演进非常非常快，所以像现在来讲，就是这些 screen， 未来其实很难讲啊，甚至于你也可以说，现在已经很多是用声控啦，对不对？所以你根本也不是 screen 哦，你就只是 speaker 啊，对，这些收音器啊，你只要用讲话，就可以去控制。那这个也是 I/O device 啊，哦，所以这一块其实变化非常大。那对于这些 personal 的这些 devices， 哦，不一定是 PC， 哦，像手机也是。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好，然后不断的去再做 improvement， 现今仍然如此，好，那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当然它都有它的这个需要它的作业系统的存在，哦，那早期的这些 PC 来讲，大家一定都很熟悉啊 ，Linux、Mac OS 对 ，Windows 是以前大家最熟悉的，现在大家可能更熟悉这些 Apple 的 OS 了，对不对？甚至于手机的 OS、Android 啊这些，哦。那所以其实不同的这些电脑，其实它都有不同的作业系统的存在。那像这些作业系统的特色是什么？你就会发现 convenience 嘛，所以他们一定有很好的 GUI， 对不对？也就是 Graph 的 User Interface， 又透过图像的方式，或甚至于透过这些很特殊 I/O device 的方式，让它可以操作。这些就是这些 personal 的这些 OS 的特色。那这些 OS 呢，尤其指的像早期像 Windows 啊，它最大的缺点，就是会很容易的被入侵，就是 security 这边通常都非常非常的差，那第一个原因是因为PC 这些算是比较早期嘛，所以它的这个 software 的 architecture 这些没有 define 的这么好，它只是希望能够很快的可以运作等等，所以说它可能 software design 有一些问题，很容易会被人家找到一些问题点。然后可以去侵入、去修改里面的程式执行的东西，那还有一个最主要原因，其实是当初的 personal 啊，
没有想到 Internet 这件事情，对不对？早期 PC 出现的时候根本没有 Internet， 所以它的 security 只要使用者不要恶意的去破坏自己的电脑就好，那这当然不会发生嘛，对不对？可是现在不一样啦，现在都是连到网路，对不对？所以你会有很多外来的使用者，甚至于是根本没有授权，你根本不 expect 的使用者，他就可以透过网路去修改你的东西，那因此这 security 这边当时就没有做的这么的严谨，那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像前阵子大家才有很大的 news 嘛，对不对？我们的 ATM， 对不对？台湾的这些ATM 的 machine 就被人家植入一个病毒，它就可以自动吐钞票，哇，这个是非常神奇的。我常常听到做 security 的人去讲这些事情，但是现实生活中你就可以发现，真的是存在的，很容易可以透过各种 wireless 的这个 communication 的方式去跟一个系统去做沟通，然后就有可能去危害到这个系统。那早期的 PC， 没有这个作业系统，没有想到这么多的问题，所以就没有设计的这么的完善。好，那刚刚是很单纯的一个电脑，就是一个使用者，然后一个这个 CPU 的 core。可是呢，随着这个大家要的计算量越来越大，我们都知道的。其实你买来一个电脑系统里面，通常不会只有一个 CPU 的 core 通常都会有很多，对不对？那这很多的组成起来的电脑嘞，如果当它们是非常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称之为所谓的 multi-processor 的 system 也就是什么叫做紧密的连接嘞？简单来讲，就是这边看见的也就是这些 CPU 的 core， 它是透过一个 system 的 bus， 也就是 hardware 的 line 去把它给连接在一起的这种通常我们就称为所谓的 multi-processor 的 system， 或者就是 tightly coupled 也就是你买来一个盒子里面，它就全部都在里面，然后用 hardware 的方式，这个 wire 的方式把它接在一起这个就是 multi-processor 那这样的方式，你就会发现它的 CPU 嘞一定是共用的因为我们知道电脑就是 memory、CPU 跟 I/O device 嘛那 I/O device 当然是 share 但这边你可以看见的是 memory 它也是 share 的所以所有 run 在这些 CPU 上面的程式，它们都是可以看见相同的 memory 的 content那所以，如果他们同时去修改的话，当然就会造成 synchronization 的问题了。那这个样子的，通常我们说 tightly coupled 就是你有一个 share 的 memory， 然后用 hardwire 的方式把它连在一起，是这样形式的一个平行的计算系统。那这样的系统其实非常平常因为今天就算你去买一颗 CPU 好了，你以为它是一颗 CPU， 你买来一个 chip， 对不对？可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它是多核心 CPU， 对不对？4核心、8核心，甚至于更多所以其实你这样买来一个单一的这个 CPU 的 chip， 上面也是多个计算核心，那么它就已经是一个 parallel 的 system 了就是一个 tightly coupled 的平行系统。那这样的系统的衍生出来原因其实是必然的啦因为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可以在相同的空间内，它的 throughput 指的就是我每秒钟可以计算多少的计算量一定可以增加因为制造的技术越来越发达，我们可以塞越来越多的核心到一个 chip 上面去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增加它的 throughput 了就是它的计算能力啦所以我们知道现在都是越多核心就是越 powerful 的 CPU 了嘛，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它可以有这个 economic， 也就是说，其实很多东西我们就可以 share 了，就像这边可以看见 memory 可以 share， 对不对 ？CPU 可以 share，I/O device 可以 share， 几乎所有的这个 motherboard 主机板都可以 share 所以说相较之下，与其你把它拆成很多个独立的电脑，你还不如把它拼在一起，对不对？这样你可以很多东西可以共用，就可以省下成本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越来越多电脑是往这个方向走的原因那最后一个在 Parallel File System 里面是有用到啦，可是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就是 reliability， 也就是说
今天你有这么多个 CPU core 的话，相较之下就是说，今天如果有一个 CPU 它运作可能不太正常或者坏掉的话，那其实这个电脑系统还是可以继续的运作的因为它有很多个 CPU 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有一个不正常，其他的还是可以继续的去使用但这个只是提到了大家比较注意，比较需要记得，我想还是 throughput 跟 economical 这两个原因好，那这里呢，大家要稍微知道一点，就是因为现今的电脑系统其实全部都是 multi-processor 的 computer system 了那所以这些 computer system 呢，其实我们又可以把它稍微做点分类变成所谓的 symmetric 跟 asymmetric 也就是 SMP 简写SMP 或者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应该是这个 AMP 吧asynchronous 这个 asymmetric 的 multi-processor 的 system 那为什么需要知道这两种系统呢因为其实这两种不同的系统的话，这些 processor 在执行它的角色其实有点不太一样的所谓的 SMP 呢 ，symmetric 意思就是所有的人，其实所有的 processor 这些CPU 的 core 他们扮演的角色都是完全相同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是 master， 也没有人是 slave 大家的角色都是相同，都由 OS 来控制，说是哪一个程式 run 在哪一个 CPU core 上面，他们都是对等的，这就叫 symmetric 那当然，现在大家手上的这些 CPU， 你会发现全部都是 SMP， 应该全部了因为它比较简单嘛，对不对？就是比较单纯一点。重点是每一个 CPU core 它都可以去做计算所以你只要并不会有一个 CPU core 它只是负责管理别人，就会浪费掉因为大家做的计算其实都是很 general 的一些很基本的计算所以如果就有很多个 core， 那我就可以让大家都去分担这个 loading 这样会比较使用率可以提高一点那它的缺点呢，就是你要去 synchronize 这些不同的 processor 上面的程式的时候那你就会需要一些 locking 的机制等等所以通常呢这样子的 CPU 就是 multi core 的 CPU， 它的 skill 就是里面可以塞多少个 CPU core 的数量会比较少一些因为你要去很复杂嘛，每一个人你没有一个班长，所以自然会比较乱，对不对？那当然就要透过其他的一些 protocol 规则等等，那些都是一些 overhead 所以 SMP 的 CPU 或者这些 processor system， 通常它的 scale core 的数量就没办法长到那么的大那一般的各位使用的这种消费性的电脑系统，当然对计算还没有到这么高的要求，所以用 SMP 的就可以足够了但是呢，如果很多像是一些 supercomputer 或者一些很特殊的电脑系统它希望有非常非常计算多的 core 在里面的话，他们会采用的就是 asymmetric 这个 asymmetric 也就是不对等那不对等的意思就是说，简单来讲就是里头有 master 了所以有一个这个 CPU 的 core， 它是 master， 它专门负责去管理所有其他的人所有的指令都要先透过它，然后再让其他的 core 去做决定，再去做执行的动作所以通常它就可以到比较大的 scale 所以它这个通常 core 数就可以比较的多但是相对的缺点是什么？就是那个 master 它等于是基本上不能做计算，就是使用者的计算啦它只是在管理而已所以它当然就浪费掉了那所以这样的系统其实是存在的而且是对于一些比较注重 performance 的电脑系统，他们是会使用这样子的 multi-processor 的 CPU但是各位一般去买的当然是比较少看见不过要稍微知道当你有很多 core 的时候，根据它的角色会分成 symmetric 跟 asymmetric好，那所以嘞这每一个 CPU 如果我们再往里面看进去的话就会发现因为我们一个 CPU 的 chip 上其实通常会有很多个 core， 对不对？所以这些很多的 core 就会成为这个所谓的 multi core 的 processor 也就是一个 CPU 里面它就有非常多的计算核心在里面
那这些计算核心的话，你就会看见所谓的这个计算核心会有很多的意思，就是你买来是一个 chip 里面啊，它就有非常多的这个core在里面。那虽然说它的 memory 啊是这个 memory， 因为不在 CPU 上面嘛，对不对？所以当然你把它放到 motherboard 上的时候，它们其实会 share 相同的 memory 啊，就看见相同的这个 memory 的 content。但是呢，现在的电脑的设计，你都会发现，这个中间从 memory 到 CPU 的这个 register 中间，其实都会有所谓的 cache， 对不对？修过 computer architecture 就会知道，其实有 cache 帮忙去做一个加速的动作，把资料常用的资料可以把它 cache 起来，那所以当你有不同 core 的时候，其实它们的 cache 就会是不同的，也就是 cache 其实它又还会分成 level 1、level 2、level 3，其实比较复杂的电脑系统，它有很多层的 cache，那到了最上层，我们通常叫做 L1，第一层的 cache， 最接近这些 register 的 cache， 通常基本上一定是每一个 core 有自己的，所以就会变成像这边看见的，其实你的资料嘞，它会被 copy 到不同 core 的 cache 的上面，那这个 copy 到不同 core 上面的时候，你有这个复制，虽然它可以让速度变快，可是你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因为它只是复制，所以它们里面的内容应该要是相同的，对不对？可是嘞，如果今天这个 core 它要去改写这个 content， 就是它的内容的时候，因为这边有 cache 嘛，所以它可能只改到它自己的 cache 而已，那就会造成不同的 copy 之间它的内容不同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就是必须要能够去解决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那现在电脑基本上都是透过 hardware 的方式，也就是你买来 CPU， 它就会自己去跟 memory， 还有跟这两个 core 上面的这个上面的管理 cache 的这个机制去沟通，然后去 make sure 今天一个 core 去 override 一个 cache content 的时候，它会把这个资料反映到 memory， 或至少反映到所有cache 相同 memory content 的这些 cache 里面，这样你才不会执行程式在这个 core 上面执行的时候看到内容跟另外一个看到内容是不同的，因为它只是复制嘛，所以应该要看到是完全相同的，尤其现在电脑我们说常常在做 switch 意思就是说你的程式在今天或许是先在 core 0这边执行，可是可能过几个这个 millisecond 你就被换到另外一个 core 了，对不对？所以如果里面看到的资料，对，我同样的 memory address， 同样的变数，我没有去动它，它应该要一样的值嘛。所以如果换到另外一边，我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这个就会造成 programming 上的一个问题了。那这个部分就是这些 multi-core processor 它要去处理的，就是要 make sure 这些 cache 它的资料是一致的。好，所以这个multi-core 指的就是它并不只是我们刚才前面说你还透过 memory bus， 对不对？那 multi-core 它是在单一个 CPU 就有好几个 core， 所以它是所谓 tight 里面的是最 tightly coupled 的一个方式了，所以在同一个 chip 上就把它烧在一起了，但是其实你会注意到它们很多东西还是没有 share 的但是必须要让它处理到看起来是一致的这个情形，好，很好，好，那我们再多介绍一点还有更复杂的所以刚才看到的是一个 core 而已那现在呢，因为这个计算量的需求而且希望把它们全部这个越紧密连接在一起越好，所以呢，我们过去5年开始变得非常非常热门的 processor 叫做 many core processor 所以不是只是 multi 用 many 来形容说你在同一个这个 device 上面或者说一个同样的一个这个 processor 上，它的计算的核心数是到几百的等级这就叫做 many 所以越多当然平行度越高嘛，就越 powerful 所以在现今来讲呢，我们最常见到的呢就是所谓的 GPU 所以有些同学可能有听过就是用显示卡来做计算，有没有？因为显示卡它以前只是拿来做图形的这个 display 而已，对不对？可是大家发现，
一般的计算就是 general 的计算，一般你们写的程式的 application 里面，也有很多是很适合这样子，像是在做图形计算这样的类型的计算，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放到 GPU 上面去做计算，它的速度就可以更快了，那可以更快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一个 GPU 里面啊，它可以塞进的 core 的数量是几百的，就是非常非常多数量的。那它会这么多，其实是有原因啦，就是它有牺牲掉一些东西，也就是如果以这个它的计算的 architecture 角度来讲，我们称之为所谓的 SIMD， 就是 Single Instruction Multiple Data 的 processor， 意思就是我虽然有几百个 processor 在里面哦，可是呢，我同时间很抱歉，他们只能做一个 instruction 而已。可是他们可以在 apply 这 instruction 到不同的 data， 也就是 multiple data， 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你今天在做一个 array 的计算，对不对？大家都学过 linear algebra 那些，对不对？做一个 array 的计算，其实你就在做同样的事情，然后只是放到不同的 column 跟 row 上，对不对？所以这些 processor 去做这种 matrix 的计算的时候，它就会非常的适合，就是可以做这种计算，而且就会非常的快。因为它可以同时算所有的 row、所有的 column， 那但是一般的程式，当然我们都知道其实很复杂的嘛，你都会，有没有？讲这个哈，那你都会有很多的这个 if else 啊、condition 啊，对不对？所以其实你很多时候你是同时间需要做很多不同的 instruction， 那这样子的计算，很抱歉就没办法放在 GPU 上了，那不过 GPU 还是可以针对这些特殊的这种程式，它就可以达到加速的效果，而且非常非常多的 core， 所以我们叫做 many core 那这个 GPU 是现在最热门的啦，但是自从GPU 这个 idea 这个开始被大家使用之后 ，Intel 传统的这些 general purpose 的 processor， 对，我们知道最大的这个厂商，当然就不落人后，所以他们就也发明了他们自己的 device， 叫做 Xeon Phi，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再去看一下那它就介在传统的 CPU 跟最像 GPU 这种 SIMD 的中间所以它可以塞进可能50个 CPU 在里面那它可以比较 flexible， 不一定要这种 SIMD 但是它的 core 的数量也没有办法像 GPU 这样到几百。甚至于到几千个 thread 在上面，就是介在中间的一个角色。那但是概念一样，就是说重点是大家知道，就是其实大家在设计 processor 的想法上跟以前很不一样。现在大家都希望是能够增加 core 的数量，而且是所谓紧密，是紧密到就是在一张卡上面或者把它全部的放在一起然后很大量的。程式很大量的这些 thread 或 process 可以执行在上面，让使用者一买来就有一个好像非常非常 powerful 的一台电脑，这个就是现在 processor 的演进，就跑到这边。